萌萌走了，他娃娃没拿。哎，先坐下吃饭，明天不是他娃娃没拿。明天再给他。不用，他会回来的。哎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他回去，乃正常的归宿。啊，来，吃饭。吃饭啊，来。你别说，萌萌虽然平时也不说话，也没什么存在感，但是他一走吧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Ferris， 我不吃。哎，你帮我看看我的抖音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乖孙子啊，我那个抖音不能用了，急死我了！来，帮我。哎，万善伺候，老奴贴心吧？哎呀，阿公，我都说了，我不想吃东西。你看，茶饭不思，心情低落，你这是病了。我没病，我说你病就是病了，我多有经验了。相思病，心里有人了。您怎么往这种事儿上扯？没劲。不否定那就是肯定。那谁呀？谁呀？那谁呀？您甭猜了，您一猜就是错的。行，我直接问你吧。你是不是没向人家表白呢？他知道你的心思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怕你妈不同意。这还用怕吗？我妈肯定不同意。哎，行了，别说这些了，赶紧来吃饭啊！趁热，偷偷给你留的最好的精华，这是肋骨，哎，还配了酸奶，营养搭配齐全，你别辜负人家的一片心意啊！快来！还算他有点良心。来吧！哎，好。哎呀，你说你啊，年纪不小，身世很好，你说你就不行，找一个合适的带到家里边走两步啊！也许我本身就是个烂人吧。我不许你自己这么说你自己啊！你是一个有善心的孩子。你看上回你喜欢的那姑娘，对，很好。哎，说实话啊，你妈这关呐，蛮难过的。你得给她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来。到底是我结婚还是他结婚呀？你不顺着她，你怎么结婚呢？那我就单身。
啊，萌萌啊，想看我手机就直说。我谁想看你手机啊？我是看你愁眉不展的样子。是萌萌出事了吗？怎么了呀？啊？他回家之后就没主动联系过我，我给他发消息也不回，失落了？我是不太放心。你不放心啥呀？他爸妈。你说萌萌回去不会又被他爸妈给监控了吧？哎，雪儿，我有一个锦囊妙计，要不要听一下？说呀。换秘密，什么秘密？你爹的小白脸。没门儿。不是你怎么这样啊？啊！你为了你自己的女人都不肯牺牲你爹的女人，何况那还不是你妈？谁是我的女人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听吴善道说了，你爸立马就拿上了手机。我一想这事儿不对，你说的可能是真的。小百灵跟手机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别管了，说来话长。反正就是你告诉我小百灵的事儿，我告诉你如何把萌萌给弄出来。你先说萌萌的事儿，你要真搞定了，我立马告诉你。行，我先说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阿公在夏至的时候不是有喝夏至汤的习惯吗？我们就以养生局为由，以这个由头，他爸妈就不好说什么，萌萌自然就可以被弄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夏至，聪明吧？你要不说我都忘记夏至要到了。再过2天，再过真是个聪明的小脑袋瓜。我他妈这鬼头是你能摸的吗？是的。今天早上刚送到的，千真万确。是风，是火，是雨水。是不是还有冰，有雪，有落红？小红，还是你最懂我。那还等什么？我要亲自处理这份药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最接近怪力乱神的一次了。哎，我和你一块儿吧，药房是我地盘。哎，等等，你们真的要给简溪喝这个？那是当然了，这是多少人费了多少心思寻的宝贝。可不嘛。为什么不吃？李帅 ，Go！ 走走走。我去看看去。请教一下任公子，敢问泡着瓦片需要什么容器，有何讲究？你有脸问我吗？你学这么久都学什么了你？反正用什么塑料盆啊、不锈钢盆啊，肯定不行。这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方子呀？搪瓷，还是用木牌吧，我觉得这木牌最靠谱。好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童子尿啊。我肯定不是。看我干嘛？看我干嘛？我看起来哪儿像童子？不是你看像童子。头头，童子指的是小孩儿。我知道啊，我能不知道这个吗？我是说你们3个去找童子尿，明白吗？哦，对，对吧？赶紧找。哎，你放对是。对，走啊。那童子尿啊，好吧？严格挑选这个童子尿啊。好。敞亮人关什么门呐？我为了你的名声啊，这件事儿传出去了，你晚节不保。净瞎说！
哎，什么？行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自己考虑一下，开还是关。小奶奶找到300年的碗，带了回来。彭师爷现在就在厕所门口等着小孩童子尿呢。那还是关上。那不得关上吗？那。确定是300年的。乔奶奶可靠谱了，非遗村找的，300年。啊，拿。证书复印件。还有第2张证书。蒋奶奶就是怕大家不信，啊，带着她去了鉴定机构，300年没跑。好的，师傅，蒋奶奶怕你不信，还给你录了视频，看了吗？哦，这儿还有。这得花多少钱呢？这没花钱。凭蒋奶奶3寸不烂之舌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白拿回来的。真没想到这蒋奶奶真的是太靠谱了。哎呦，你说这300年的瓦，咱要早知道哎，全把它掀回来。组装，放在咱们这儿，哎呦，那也成非遗了，哎。是啊，可是这瓦它也不……你清醒一点吧！现在说的是这事儿吗？咋弄？咋弄？你是师傅，你问我。我当然问你了，你鬼点子多呀。我又不懂医，我怎么糊弄他们呀？你是师傅，你大鬼点子多呀。你说这瓦怎么磨啊？磨你肯定要用机器磨的呀。用尿泡21天，用机器磨，那咱那机器还能要？高兴呢还乐得出来呀？现在是说机器吗？现在在说什么？说你现在演的戏马上就要穿帮了，那外面全是啊，可兴奋可激动了，就是要见证奇迹。你不想想办法，你还在这儿乐呵？怎么办啊？你怎么又问我呀？你问我，我能知道怎么办吗？你要我说的话，你最开始就真不应该骗人。别说这没用的。哎，按你的办法吧。瓦好坏，但是那味儿怎么办？21天的尿泡的这瓦，那味儿我怎么找啊？这好办，我加点5灵脂。明白。小心。
就出去吧，我来就行。你一个人怎么行啊？我就是来给你帮忙的。这味儿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霍霍我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你们就都出去就好了。不是，别撒了。这个点儿了，人要多了，你们都在这守着，然后也做不了什么事儿，就只能看着，也没必要。对，就对。图图说的对，简溪的药应该我来熬，你们去忙吧，啊，忙去吧。霞姐，我留下，你放心。那个，咱们都走吧。这种偏方只有孙头头一个人能镇得住啊。霞姐你也放心，师傅放你在这儿呢，他也不敢乱来啊。走了。哎呀，我不走。这决定了以后，你能不能坚定地相信我已经形成的科学观？我要是不亲手亲耳亲眼经历，我都不放心。好，那就班长留下，行吗，夏姐？行，那头头交给你了啊。夏姐放心啊。放心吧，啊，哎，干嘛去啊？哎，好。开始吧。开始之前呢，我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，但是你要保证守口如瓶。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你现在要配合我把东西给换了。你们中医果然是这么看病的啊！小点声，就这一次。还是别，戏继续这么演下去，解析母女怎么办？他们就指着这个呢。不行，我得去告诉他们真相。你去啊！你就去告诉简溪和霞姐，你就跟她说没有希望了。这辈子都只能这样了，就说吧，我早想说了，我都憋太久了，我都。你以为我想是吗？说了，我认了，行了，说。所以说嘛，中医还是西医，都是有人心的。你也不忍心说出口，对不对？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不用这个法子的话，简溪可能就要绝世而亡了，他可能都活不到现在。人没有希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简香是把这药吃下去没效果，不是一样会熏死吗？是，但师傅说了，人生就像翻山头，这一坡翻过去了，还有下一个坡。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一个坡先过去了，再去想下一个坡。经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下不为例。
师傅，这夏至为什么要喝这个汤啊？大夏天的。这个汤叫夏至养生汤。这一年当中啊，有2个非常重要的节气，一个是夏至，一个是冬至。这2天是天地阴阳转换的开关，对男人尤其重要的节律。像我们汤药类的人，大致都喝夏至养生汤，还有冬至汤。那这个喝完是有什么好处吗？我给你打个比方啊，如果说要把这人的一生啊比作一盏灯的话，那么夏至养生汤还有冬至汤，那就是往灯里边加油。所以你刚刚说对男性有好处，对女性就没有好处啊？当然有啦，你看，我们成年女性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开合，所以我们休养生息的机会其实是比男性多的。我觉得不对，我觉得男性女性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之前我看书上说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其实每一天它应该都是一个开合，只有把握住每一天的这个开合，哪一天去调养都是可以的。头头这孩子啊，真是我见过的一只很机灵的小猴子。他天资挺高的，还经常挑战你师傅，总有理。亡羊补牢一下，我先干了啊。啊，还烫着呢。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睡的？你不是一块儿睡的吗？啊？你忘了？就我们那啥回来之后就睡了。那啥什么？吃瓜吧，吃瓜吧，真是跟你们说不清楚。记住，西瓜又叫夏季白虎汤，知道这白虎汤都有什么成分吗？知道啊。说说。里面的成分有石膏、知母、粳米、甘草。那白虎汤的功效是什么？知道吗？退热的药。但是退热的药它跟西瓜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是夏天呐，夏天是暑热，一到夏天大家就开始吹空调、吃冷饮、穿短裤、光着脚。啊，前2天这个彭世燕还跟我说，现代人啊，没有什么饥寒交迫了，错了。其实现代人比古代人更容易受寒，尤其是夏天。夏天是生长的时候，出点汗怎么了？那么现代人都不下地干活了，都躲进房间里面吹空调了。你看有些人年纪特别小，那就后边开始长富贵包了。知道什么叫富贵包吗？以前我们的古人下地干活，他一出汗，寒气就出去了。如果快中暑了，那么吃2块西瓜就解暑了。只有地主，那后边有丫鬟呢，拿着扇子开始扇，该热不热，那寒气全堵在大椎上了。所以这就叫富贵包。你要是不想痛经，不想头痛，时时的都要注意，不能受寒。你要肚子痛的话呢，就说明你下焦不通了。就像你老是穿这种船袜是不行的，一定要穿盖住3阴交的那种长袜。不是，那大夏天的你不穿这种短袜，多热呀！热主要是阳不入阴，阳气都浮在上面，你只要把阳气保住了，阳入了阴之后，你的身体的温度就会慢慢提升，身体的基础温度提升了，哪怕提升0.5度，你的身体就不会觉得热。好，那西瓜不是白切了？你看，
少吃，那多浪费。那可以吃，可以吃，就一点啊。浅尝一下吧。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他？不能什么事儿都由着孩子吧？我们以前的问题就是太溺爱他，他也是病孩子，你们不能这么对他。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小孩一辈子是病孩子。那他在我们家就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一跟你回家就有问题？一个18岁的女孩天天在外面也合适吗？徐老师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这叫囚禁，是可以报警的。小姑娘，我和孩子的妈妈已经商量好了，如果这次再不给她掰正的话，我们就当没这个女儿。你报警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她是你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？我们很爱她，为了怕她出事儿，我屋里看了铁栏杆，带尖的、带刺的我都收起来，还要我怎么做？你把她当什么？她是人，不是动物。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？那是我的女儿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她做了什么。那你告诉我，她做了什么？她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，让你们这么对她？这是我家的家事，跟你们两个没关系，啊，请你离开我的家。你这是囚禁，今天不把许萌带走，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。杜阿姨，你给我回来！杜阿姨，我跟天真是来帮萌萌的。萌萌现在在哪儿？她还好吗？我们很担心她。刚才徐老师不让我们进去。老许，他俩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们就报警。你听到了吗？杜阿姨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拉我走呀？他们要是报警，我们也可以报警。我们不能报警，事情闹大了，到时候我们连萌萌在哪都不知道了。我们去问问热贝卡。可能性不大。为什么呀？他们这是违背了许萌的意愿，这个叫绑架。根据刑法第239条规定，绑架罪包括并列的2种情形：第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的行为；第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达到绑架者主观目的的行为。以你们两个刚才的描述来看，萌萌的父母既不属于前者，也不属于后者。那非法拘禁呢？那就更难了。非法拘禁罪包括2点：第一是行为人的确实施了拘禁他人的行为。哎，这个我们能作证，因为我们一去就是听到萌萌有喊救命有砸东西的。其次，这种拘禁行为必须是非法的，在这点上就更难佐证了。他们是萌萌的父母，教育方式的偏激和违法的边界本来就是难以分辨的。更何况，全世界有很多家暴还有虐待儿童，早期都是因为家庭内部事务而难以介入。不是这什么法律啊？总不能因为亲人的由头去伤害他人，这是不对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就算你们两个现在报警，警察最多也就是调解，更何况萌萌又是个病孩子，你们怎么样能让警察相信你们两个对萌萌会比他的父母对他还要好？可事实就是这样，那个许教授他爱面子胜过爱孩子，他根本就不是打心底里爱孩子，他觉得萌萌这样的女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耻辱，他们不爱萌萌。你从心底爱他，那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警察看呀。做通许萌父母的工作是你们两个现在唯一的出路。我觉得肉贝卡说的有道理，现在打通萌萌父母俩其中一个出口，他们2个人有一个人松口，萌萌就能出来。你看这样啊，你去找你爸，你让你爸去找许杰，因为当初许杰就是来找你爸帮忙的，你爸的话许杰肯定会听。我去找萌萌他妈，我觉得萌萌他妈跟他爸应该不一样，他心应该会软一点，我就跟他说萌萌万一出事了，到时候他。我跟我爸根本就没办法沟通，我只要一张嘴就是错的。那你找你妈。你觉得我为了萌萌的事找我妈会帮我吗？找你阿公，让你阿公去给你爸施加压力，这样就行。我觉得，你去找我爸，最合适。
我觉得不合适。这你的女人，你让我去找你爸，合着你谈恋爱全得靠我的努力，这不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是男人，你得承担责任。我要帮萌萌，不是因为我喜欢她，不是私情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哎，你不懂。哎，行，我不懂，我找你爸去。走！不是，干嘛？嘿，干嘛呀？岁月病宜速救，要需临事不惑。你这么风风火火的，下盘不稳，救什么命？萌出事儿了。天真让你来的吧？是啊。你老让人家当枪使。他想把萌萌弄回来，他怎么来找我？啊不，我跟天真去萌萌家了，萌萌在家里被囚禁了，叫声凄厉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他爸妈逼的，可是他爸妈逼的，出事儿真的完了。你说这话有多少夸张成分？你告诉我。句句为实。我不信。不是，我骗你，我当不上传承人。你还不如发誓，我一辈子吃不着肉。体统不能开玩笑。当传承人不能吃肉，我宁愿这辈子我都吃素。这两件事情根本就不能放在一块儿比，非得说这。你不是说，我不想当，你怎么突然想当呢？这件事儿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不能儿戏。是。哎呀，曾涛涛，带路。杜老师，萌萌是您的女儿，你真的忍心看着她枯萎吗？你能不能把她交给我？我会善待她，会治好她的。你治不好她。我可以，她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一直都非常好。那是假象，我是她妈妈，我了解，她会伪装。您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的孩子？看到这幅画了吗？这是萌萌2岁的时候画的，那是她第一次玩蜡笔，开心的口水流到了下巴上。我永远记得她那个没有牙、没有眼的笑脸。这个展厅所有的画都是萌萌画的。你能感受到什么？这一幅是什么时候画的？这是在认识你们之前不久画的。他的画画老师推荐他去参加 ARC、FAC 的比赛，他就是交了这幅作品。老师看了画以后，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，彻骨的寒，所以他赶紧打电话联系了我们。他盖住了什么？以前我也很想知道，可是现在我不确定我知道了真相以后能不能承受。任教授，您难道不相信我是为了萌萌好才把她关起来的吗？他人即地狱啊！他人？他人是谁？我们是社会人，我们不可能隔离开人群，自己孤独地活着。萌萌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行差踏错，别人一人一口唾沫，
就可以把它给毁了。我不同意。我们生活在他人的世界里边，用他人的眼光来塑造自己，那何为自我呀？我又是谁？任教授，您的这个问题，萨特一辈子都没有研究清楚。我现在就想知道的是，萌萌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们这么对待她呀？是因为她之前犯的错误吗？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完美的孩子，他的过去我们早已经接受了。但是我不能接受他的现在和他没有未来。你喜欢他吗？如果你喜欢他，可以照顾他一辈子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喜欢他，但是是作为兄妹的喜欢。如果您只是担心未来没有人照顾他，我可以把诺言放在这里。作为医生，我会照顾他一辈子。这不行，这种承诺不可靠。可谁又能承诺爱情可以维持一生？我第一次在超市遇到萌萌，因为我的误判差点害了她。从那时起，我就认定，她是第一个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病人。我会尽全力治愈她。你不了解她，她是个不自爱的女孩。你不要这么说。我们每个人生活过程中都有可能误入歧途，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。遇到渣男，他也不想。我指的不是这个。你以为把他关起来，安上栅栏，他就有未来了吗？你可答应过我让他上学的。任教授，他上不了学。为什么呀？从他出生，我跟他妈妈就给他买了一份到18岁的寿险。昨天保险经纪给我打电话，说应萌萌的要求，一笔把这笔钱提走了。我觉得不对劲儿，进一步的一查，他有一张从小到大存红包的银行卡，里面的钱也全部被他提走了，所以我才那天着急忙慌的把他从您家里带走。你们没问问他，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吗？问了，他不说，但肯定和以前那个男的有关系。你为什么这么想？我们抓到了，他妈妈打开监控摄像头，他用我们给他送饭的铁勺把摄像头砸个稀巴烂，他妈妈就没收了他的手机。我们找人解开了密码，发现了他跟那个男的聊天记录，全部被删除了。那这个聊天记录的内容你们调出来了吗？他已经满18岁了，营业柜台已经不给我们做父母的调记录了。您有没有想过，一个摄像头24小时对着您，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啊？父母和孩子一定要有边界感，它不是你的私属品。任教授，我们装摄像头也是有原因的。在他青春期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他这个非常不好的癖好，真是让人难以启齿。这很正常啊，每个人都有欲望，你要承认他在长大，这是最自然不过的，有什么可难以启齿的？这怎么可以？如果您是儿子不是女儿，你可以接受他有这样的需求吗？
杜老师，其实萌萌没有做错什么，是你们的羞耻感让她觉得自己错了。她没有伤害任何人。可是萌萌就是在家里待不住，一天到晚就喜欢跟男孩子混在一起，一个没看好就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来。这不是我们知识分子家庭教育出来的女孩。你们父母都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不像你们，你们哪来那么高贵的自我认知啊？考大学我凭的是分数，考职称凭的是论文。他妈妈是鉴赏师，这一路走来也考了无数的证儿，但是做父母这件事他不需要考证儿啊。我们也没有经过这样专门的培训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已经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方式爱她才是正确的方式。我们能不爱我们自己的女儿吗？您现在可能觉得我们对她狠了点儿，但我是真爱她。真的搞不懂，您说怎么我们这样的家庭能培养出来这么出格的女儿呢？我有时候看着她，我觉得好陌生，我觉得她都不像是我的女儿。其实，您说的这种感受，我也有。我是医生，我的爱人是中医世家。但是我觉得，我的儿子应该集天地之精华，出生落地，就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医生，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有条件、有资格做。但是，我到现在，我都没有感受到他能做大医的潜质。可他至少有一技傍身呢。萌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这次他不能掰正的话，这个孩子的未来是没有的。我们逐渐在老去，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。如果哪天我有一个意外的话，他有可能流浪街头，有可能跟坏人为伍。我相信我在九泉之下我都不能安息。他这次必须要掰正过来。如果掰不过来呢，你就把他关起来，用毛线把他捂死。您呢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工作很有成效，但这些跟您的女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。家庭表现的不是谁有智慧谁贡献多，你给予多少爱，这是真的。就在你女儿最需要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放下一切，放弃你的论文，放弃你的工作，全身心的去陪她？任教授，我想问您个问题：您有多少时间是全心全意给天真的？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想搞明白，我和其他的父亲到底有多大的差距。医者不自医。我是一个自私的妈妈，我真的非常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性格好、家世好又非常阳光的男孩子爱上他，把他从深渊里拯救出来。杜老师，你们不能指望另一个人去拯救他，你这个想法本来就是错误的。我现在知道了，萌萌的心结其实就是你们对她的否定，因为她永远不能满足你们对她的希望。她是对自己失望了，才会用这种堕落的方式来嫌弃自己。任医生，这些年我跟萌萌的爸爸赚了很多钱，只要你对她好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我是萌萌的妈妈，我了解她，她信任你，现在只有你能救她。你如果跟萌萌在一起，杜老师，
钱是买不来情感的。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我就知道，像你这么好的男孩，不缺爱人。缺。我喜欢他，他不一定喜欢我。喂。喂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了解她，你将会恨死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不能带她出去，我就是把她放在楼上的天台透透气啊，前2天还没事的呀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她就翻腾飞脚慢慢去了。萌萌，萌萌，你还记得我吗？
咱们在超市见过的。我叫任天真 ，Hello。城市黄昏，让故事显得很有气氛。夕阳里的我们，这场青春。来吧，来吧，过来。舅公，我这有病人，让他一个人待着我不放心，我得陪着他。你们好好吃吧。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是我。萌萌，你看这铃声我已经关掉了，萌萌。没事了，别害怕。不再纯粹，心事那么沉，已经囚困在你的眼神，倾诉生根，那刚刚萌芽的缘分的茂盛。城市黄昏，让故事显得很哎，这没人没用。中啊！夕阳里的我们，这场青春越是在慢慢变得完整，思念在发生。确认你是那个人的谋生。夏姐，哎，对，夏姐，我问一下，明天确定没排我班对吧？放心，没给你排。小赵，你明天就要去见客户了。祝你开门红啊！加油！谢谢霞姐，借您吉言啊！加油加油！拜拜拜拜拜拜拜啊！哎，回来了。回来这么早啊？今天医馆不忙吗？萌萌的事儿把大家弄得都挺伤心的。霞姐今天都没加号，回来早点。萌萌的事儿是挺可惜的。是啊，这事儿要搁我身上，一想到我妈、我爸还有我弟，我连死都不敢。我来吧。别烫了手啊！没事儿。现在最伤心的还是天真，今天一天都没来医馆，也不知道人怎么样了。哎，小心手。嗯。喂，阿婆。天真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出去散散心。哦，你去散心啦？那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过几天吧，您放心。我就是想放空一下自己。你去放空？天真啊，你这么年轻，你还没到放空的年龄呢，赶紧回来吧啊！妈，
你等一下啊。喂，儿子，咋了？我挂了。他需要一点时间，你放过他吧。您说，作为医生，治疗失败的例子很多，如果都像他这样，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干活了。你以为全世界只有医生这一种感情啊？什么感情也不能耽误工作呀。大丈夫一辈子作为医生，遇见任何事情你都得回来上班呐。那心里得知道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他呢。什么海？叫人把他找过来。叫谁呀？上哪儿找他去啊？现在这个电话呀，真是的，它不能定位。如果电话一响，就知道在哪儿，这就好了。我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时针慢慢揉碎了感觉，来不及说的吞没了想念，别让我妄想重变多久远，你的脸，闭上眼，我就站在光线的背面。你曾说能否坐在你的身边，一起被命运的潮水覆盖，在面前。就站在光线的背面，你曾说能否坐在你一起被命运的潮水覆盖，在面前。你说我疯了啊？你真有疯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次玩大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死就死，你想不想你阿公阿婆？你爸妈怎么办啊？你上来就什么婚姻证？我在这里，我绑也来不及呢！杨先生，
知道，萌萌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是怎样的绝望。我想明白了，根本不适合做医生啊。我爸说的对，我天生就是个失败者。我立意要救的病人死了，千算万算的不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死了。我做什么事情，结果都注定失败。我爸原来上课的时候讲过，他说一个人在成功的时候，特别容易把自己的优点放大，认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，但其实个人能力是极小的，成功是运气。你爸说的是，人要戒慎恐惧。我爸说的是天地真理。有些人天生运气好，比如你，你站在谁身边，谁就被救活，所以你适合做医生。可能我没什么运气吧，你比我更像他们的孩子。